iPhone 11系列跟近期的 Android 旗舰相比，究竟谁能胜出？邦尼认为这是苹果必须，同时也是下手更重的一代系列机种。除了一次补足硬体之外，邦尼也认为 iPhone 11跟 iPhone 11 Pro 的区别，除了在于售价跟硬体，两者在功能上几乎可以获得相同的系统体验。在邦尼的感受中 ，iPhone 11系列更像是透过硬体区分不同的使用者，专注需求，提供更 Pro 更极致的体验。iPhone 11 Pro 深度评测。坐稳喽，我们正式开始。立刻加入邦尼 Facebook 讨论区，邦尼接下来测什么跟专属好康，全部都在邦尼讨论区。也别忘了订阅邦尼，并开启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产品评测。相信大家在稍早推出的短评测中，都已经看到 iPhone 11 Pro 的实际外观细节，邦尼也就不再赘述。本集将会是相当精彩的深度对比评测。这次在 iPhone 11 Pro 的工艺技术上还是值得一提。首先是 iPhone 11 Pro 在背面的磨砂质感玻璃背盖上，虽然有个正方形的镜头凸起模组，不过实际上不论是磨砂区域还是正方形镜头，都是透过单片玻璃打磨而成，相对在结构上也会更加可靠一些。此外，在正面跟背面的玻璃上，苹果采用了一种叫做双离子交换的强化方式，这让苹果喊出 iPhone 11 Pro 不论正反都是当今最坚固的 iPhone。不过即使如此，最后摔到 iPhone 11 Pro， 苹果还是不会赔给你的啦。所以这次邦尼也帮大家实测由 Hoda 推出的2款康宁玻璃保护贴。这次 Hoda 采用的玻璃保护贴是由美国康宁授权的 AGBC 康宁玻璃所制成。相比起一般保护贴，康宁玻璃有5倍的硬度提升，除了更耐刮，更能有效降低跌落时的损坏几率。这次 Hoda 总共推出2款康宁保护贴新品，而且是 iPhone 11系列3支都有。第一款黑色包装的是 0.33mm 的康宁 2.5D 满版玻璃，在边缘上有进行微内缩处理，让保护壳选择可以更多。而接下来白色包装这款就是 Hoda 的 3D 超满版版本啦。Hoda 采用 3D 热弯工艺，并且为康宁玻璃重新设计专属背胶，让保护贴在 iPhone 11系列上，除了可以达到超满版覆盖面积之外，还可以相容自家和市面上大部分的保护壳。重点是 Hoda 的2款保护贴都是康宁玻璃，2款都有奈米涂层，不仅疏水疏油，手感也相当滑顺。这次在 iPhone 11 Pro 的重头戏上，当然就是首次加入的夜拍模式以及120度超广角镜头啦。首先在镜头切换上，老实说，邦尼认为并没有官方宣称的如此滑顺。在不同镜头的切换下，从广角过渡到主镜头，或是主镜头过渡到2倍长焦，确实会有明显的镜头位移，在画面上更是会产生曝光不同、画面色差或者画质突然变差等状况。不过邦尼必须先说，在拍照下的过度差异影响虽然不大，但在影片上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透过我们实录的影片可以看到，在录影模式下 ，iPhone 11 Pro 的画面在镜头切换时，依旧会产生曝光不同以及明显的色差。3颗镜头在画质表现跟色彩都有明显落差，尤其在主镜头切换到超广角时，因为超广角没有 OIS 光学防守阵的关系，会有明显的画面抖动。而在切换镜头时所产生的偏移，虽然苹果很巧妙的透过缩放裁切降低过渡感，不过在偏移上还是无可避免，依旧存在。再来，邦尼团队也发现，如果手机是在稳定的平放状态，就能解决偏移问题。从我们的测试画面可以看到，在一开始变焦时，确实会有画面偏移产生，不过在接下来的切换中，镜头都会非常顺畅的在3镜头中转换，所以确实可以达成苹果示范的无缝切换。不过如果不是即时的，在一般手持拍摄中确实派不上用场，但作为固定的镜头来说，还是有可用之处。而另一个比较显著的问题是，在 4K 60fps 的录影模式下，在录影前就必须从3个镜头中选择1个镜头拍摄，无法及时在3镜头切换。而 4K 30fps、1080p、60fps 则是都没问题，建议大家平常可以用 4K 30fps 录制就好。而这次 iPhone 11系列也加入了全新的夜景模式，在使用逻辑上也跟各家的想法有所不同。苹果的夜拍模式巧妙地设定成自动开启，不像各家要手动切换到夜景模式才会启动多张合成夜拍。所以苹果让它变成自动开启有什么好处嘞？简单来说，苹果自动开启的夜景模式大多会落在1秒到2秒进行截取，但如果你不想要等这2秒的时间，你就必须要手动关掉，而这个关掉的过程就可能需要5秒，又要麻烦的点选萤幕。
换个方式说，苹果的逻辑会变成你要好好的拿着2秒，还是麻烦的花5秒关掉？答案应该很明显，大家都会好好的拿2秒。就算你关掉了，下一次拍照时又会跳回打开夜景，所以苹果第一步先从使用逻辑下手，也可以说是几乎没得选。因此，在这种不特别关闭就会开启的半强迫状况下，系统的判定精准度就非常重要了。首先，系统会自动判定是否需要夜景。经过帮你实测，夜景模式在启动的频率上并不高，在大多的夜景情况下都不会打开。但是如果遇到需要夜景的场景，几乎都是秒开，最多也就截取1到2秒。你想更长还不行。如果真的很暗，系统会先判定你是手持状况还是架着。如果是手持，就截取短一点，大多落在2秒。而当系统侦测到你是架在稳定的平面上又够暗，帮你也就遇过最长5秒。不过在设定中可以手动开到28到30秒左右，所以控制夜拍时间的因素有2个：环境够不够暗，以及你的手够不够稳。这次 iPhone 11也加入了按住拍照键直接录影，往右滑就可以锁定录影。如果要连拍，则是按住后往左滑就可以连拍。不过在相机稳定度上，帮你在体验时遇到好几次相机突然黑掉，切换任何镜头都没有画面，只能重开或是左右滑有机会恢复正常。好啦，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实拍对比环节。首先看到日拍样张，在第一组样张可以看到 iPhone 11 Pro 在今年的调色风格上，依旧是维持更接近自然、真实的方向进行调校。在白平衡及显色上 ，Pixel 3会是更接近当天肉眼所见的台北阴天，而 Note 10 Plus 则是更讨好眼球的调色风格。在 HDR 效果部分，我们放大到建筑物底部的绿树细节来看，可以看到 Note 10 Plus 在前景暗处的 HDR 效果上，依旧是更为激进，在3者中的暗部表现最为优异。已经推出1年的 Pixel 3表现其实也非常不错，跟 iPhone 11 Pro 表现非常相近。下一组样张可以看到 ，iPhone 11 Pro 依旧有去年 10S 加入 Smart HDR 后，在前景暗部跟后景亮部的高反差环境下，放大的后景主体来看，会有一种呈现变淡、朦胧的感觉。而 Pixel 3跟 Note 10 Plus 则是在建筑物的处理上更有立体感一些。此外，在 HDR 表现部分，拉到前景暗部来看，可以看到 iPhone 11 Pro 跟 Note 10 Plus 都拥有更好的效果。不过放大来看细节 ，Pixel 3跟 Note 10 Plus 则是在解析力上更为强势。接下来的样张基本上可以得到一致结果。简单来说，其实在日拍上各家表现都已经相当优异，主要还是在调校风格以及 HDR 亮暗部的差异为主。接着看到这次大家关心的广角镜头，其实在调校风格上 ，iPhone 11 Pro 的广角镜头基本上跟主镜头会更加一致。毕竟 iPhone 11 Pro 最大的诉求就是无缝切换，不过在 HDR 表现上就跟 Note 10 Plus 有蛮大的差异，尤其在前景逆光暗部的表现上差异非常明显。而在夜拍上就是差异最大的地方。首先，我们先来看两者都没有开启夜景模式的对比，邦尼也不用多说。顺带一提 ，iPhone 11 Pro 在广角夜拍上并没有夜景模式，所以只能来看 Note 10 Plus 开启夜景模式后的样张。相信结果非常明显 ，iPhone 11 Pro 的广角镜头似乎在 HDR 效果上还是稍微偏弱，在夜拍上也没有夜景模式辅助，相对会比较弱势一些。而大家普遍都有遇到的耀光问题，邦尼也有，大多会发生在正对光源下产生的绿色小光点。不过这次比较严重的是，除了会产生光点外，微影的状况也很明显。邦尼实际拿 Note 10 Plus 跟 iPhone 11 Pro 实测对比，在画面上可以看到，在耀光的光点上，其实各家都会有，不用担心。不过可以看到，在同样的画面下 ，iPhone 11 Pro 在大片的光影反射上会比 Note 10 Plus 明显许多，这就会是比较影响夜拍的问题了，可能还是要等待苹果的后续相关修正。接着我们来看主镜头夜拍部分，其实三者在前景绿树以及后景的101建筑物细节表现差异就已经出现。Note 10 Plus 在夜拍的暗部细节表现上还是稳稳列在第一梯队，而 iPhone 11 Pro 则是会在优于 Pixel 3一些。接下来我们开启夜景模式。一样放大到后景的101暗部来看 ，Note 10 Plus 细节表现确实相当惊艳。接着是 Pixel 3在暗部细节，相比起开启夜景模式前也有非常大的提升。放回整体来看 ，Pixel 3以及 Note 10 Plus 还是会再强势一些。接下来几组样张基本可以得到一致结果。整体来说 ，iPhone 11 Pro 虽然在各方面相比起 iPhone XS 系列，不论是硬体或是软体都有全方面的提升。不过以实际体验来看，虽然加入了全新的夜景模式，但也随着各家不断往前迈进，对 iPhone 历年机种来说 ，iPhone 11 Pro 确实在相机上大幅迈进。不过跟各家相比，在日夜拍并无法拉出大幅度的差距，最重要的无缝变焦也只能在稳定情况下使用。相加之下，邦尼会认为 iPhone 11 Pro 更偏向跟其他品牌拉齐的常规升级。
而在自拍镜头上 ，iPhone 11 Pro 自拍这次也有广角，只要点击中间就可以开启广角模式，或是把手机横过来，系统也会自动开启广角。以下邦尼也提供样张给大家参考咯。首先，我们来看一般状况下的自拍，邦尼认为 iPhone 依旧是三者中表现最为自然的机种。接着，我们来看广角样张。接下来看差异比较大的逆光场景，可以看到 Note 10 Plus 在 HDR 表现上依旧相当强势。看到左上方的天空部分 ，iPhone 11 Pro 为了保证前景人像不会太暗，所以选择让背景的天空几乎是完全曝掉，甚至在前景人像也有稍微曝掉的状况。而 Pixel 3则是努力发挥 HDR， 不过效果还是不及 Note 10 Plus， 甚至稍微有 Pixel 3开启 HDR 后一贯偏冷的状况产生。老实说，在逆光环境下，邦尼认为 Note 10 Plus 的表现更为讨喜自然一些。邦尼也提供开启广角后的样张给大家参考。iPhone 11 Pro 在萤幕上搭载 5.8 寸 Full HD Plus Super Retina XDR 显示器，在一般状况下可以达到最高800尼特的最大亮度，观看 HDR 影片则可以达到最高1200尼特的峰值亮度，并且也是现今手机中少见支援 Dolby Vision 杜比世界以及 HDR10 的机台。实际体验部分，邦尼拿出了今年在显示上最优势的 Galaxy Note 10 Plus 以及 Xperia One 进行实际对比。可以从画面上看到 ，iPhone 11 Pro 在萤幕表现上依旧是今年第一梯队的 Pro 级水准，在显色上还是维持不过于饱和、较为平淡的色彩风格。整体画面显示上拥有更自然的色彩以及相当优异的明暗动态对比，尤其在暗部细节表现上，令邦尼印象非常深刻。接着看到 Galaxy Note 10 Plus， 则是在画面上显色更为饱和，萤幕相当明亮通透，采用 2K 的显示器，在细节表现上也更略胜一筹。而 Xperia One 拥有 Sony Bravia 电视科技的加持，显色上是三者中最为饱和的机种，搭配上 4K HDR 的萤幕，在细节表现上占有绝对的优势。老实说，邦尼认为，不论是 iPhone 11 Pro、Note 10 Plus 或是 Xperia One， 在各项指标上都各有优势，也都是今年的顶级旗舰之选，都是好萤幕，就看你在意哪一项指标咯。而在音效体验上 ，iPhone 11 Pro 一样搭载双喇叭，并且支援 Dolby Atmos。邦尼也采用一样拥有 Dolby Atmos 的 Note 10以及 Xperia One， 跟 iPhone 11 Pro 进行对比。iPhone 11 Pro 搭载 A13 Bionic， 并搭配 4GB 的 RAM， 在 Antutu V7 跑分中拿下458234分 ，Geekbench 4 单核拿下5498，多核13879 ，Geekbench 5 则是拿下了单核1342，多核3501。简易跑分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更多跑分内容一样可以在 Xpony.com 上浏览到完整测试结果。简单来说，目前市面上几乎所有主流游戏对 A13 Bionic 来说都不成任何问题，而在散热性能上 ，iPhone 11 Pro 几乎可以说是长时间维持微温状态，不容易真正发烫。不过只要是拿在手上使用的时候，长时间都是温温的感觉。在快充测试上，邦尼透过随附的18瓦快充组进行实测，在0到50%的充电中花费了31分钟，29分钟之后刚好1个小时充满0到80%。最后 iPhone 11 Pro 花费43分钟进行涓流充电，充到100%，整个充电历程花费1小时又43分钟完全充满。生物特征安全辨识上依旧是采用 Face ID， 在体验上也来得更快更准。基本上在你从下往上滑之前就会完成辨识，在速度上有感提升。最后在通讯性能上 ，iPhone 11 Pro 也成为继 Galaxy S10 跟 Note 10后加入支援 WiFi 6的机种，希望各家也尽快跟上咯。同时 ，iPhone 11 Pro 依旧支援双卡，一个是 Nano SIM 实体卡槽，另一个则是可以采用 eSIM 加入双卡。值得一提的是 ，iPhone 11 Pro 已经不具有 3D Touch 了，所以短期来说，大家关心的 Line 确实没有办法像之前一样进行不读不回预览。不过，即使不用 3D Touch， 一样也可以做到预览。例如内建的讯息或 Telegram 就能使用 Haptic Touch 来预览。
就看 Line 跟其他 App 是否要跟进咯。iOS 13加入了全新的真深色模式，在桌布上也可以设定成随着开启夜间模式一起变黑，让一体性更强。不过帮你发现，在相簿 App 中，只要快速滑动或是透过右侧拉杆快速拉动，就会闪退。期待 Apple 尽快更新。iPhone 11 Pro 近几年看到 Apple 最用力升级硬体的一代机种，在盒装上终于标配给上了18瓦的快速充电组。拍照表现上，一开始邦尼确实对于无缝切换感到惊艳，不过在实测后才发现，在过渡感跟画质减损上还是相当明显。虽然已经可以说是市场上针对无缝切换做得最好的机种，但使用上却要在稳定的状况下才能发挥，还是稍微可惜。而在日夜拍上，虽然都有大幅进展，但是跟各家旗舰相比，或许更偏向大幅度的常规升级。不过在性能上依旧是搭载目前可以说是最好没有之一的 A13 Bionic， 影音娱乐部分也是给上了可说是目前相当强势的 Super Retina XDR， 在暗部表现上确实令邦尼印象非常深刻。不过以整体来看，邦尼认为 iPhone 11 Pro 虽然有大幅度的大幅迈进，或是说在体验上更加超越其他机种，不过似乎跟当年总是带起市场新标准的苹果相比，少了一些惊喜。更有新意的反而是 Apple TV Plus 跟 Apple Arcade 等等周边服务。整体来说，iPhone 11 Pro 依旧是今年非常强势的一支旗舰机种，能够满足你对旗舰的想象。不过邦尼还是期待那个当年不只是做好，而是霸气超越的苹果快点回来。好啦，本期节目结束了，不要忘记右上角对 iPhone 11 Pro 进行投票。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